Hello，大家好，免费分享交易知识，热爱并以交易为生，这里是交易生活频道。今天我们带来 SNR、SND 交易方法的基础教学第一课。先来直观的感受一下它是怎样的一种交易手法。当价格涨到这里时，它触碰了上方的这一条 SNR 阻力线，随后价格下跌，跌到了下方的这一条 SNR 阻力线转支撑线，踩住，回调到上方这里的阻力线，最后一路下跌，中间也有几次支撑和阻力的来回运动。这就是基于 SNR 策略简单分析的价格走势。实际上还有很多细节，我们以后会逐步进行分享。注意，这并不是小时间级别的 K 线，而是一个加密货币的日线图。SNR 都适用哪些品种呢？它适用于加密货币、黄金以及外汇等品种，甚至是我自己主力在做的纳斯达克 E-mini 指数上，偶尔也会使用 SNR 进行辅助交易止盈。注意，网上有很多道听途说、互相借鉴的那些教学，都在介绍 SNR 是马来西亚交易商策略。实际上这个说法是错误的。SNR 或者说 SND 都是流传了很久的供需策略。SNR 并不是马来西亚交易商发明的，要搞清楚源头，避免走向错误的方向。有来自马来西亚的交易员现身说法，阐明了 SNR 就是 SNR。前些年有一些马来西亚人学习供需策略之后，自立门户开班授课，产生了一些影响力，甚至让一些英文领域的朋友尝试去反向提取内容，也都是为了进行授课，才流传出了马来西亚 SNR 这样的说法。那么我的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搜集并且购买了很多资料，其中有一些甚至是马来语的资料，翻译并搞懂它们，并在交易中进行测试，花了我很多时间，最后才把这些知识输出成教学。如果觉得我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关注和点赞，点赞越多，我就越有动力尽快更新下一课的内容。有些朋友也许会疑惑说，交易生活，你之前不是在使用 ICT 聪明钱技术的吗？为什么突然改做 SNR 了？因为最近半年陆续有一些朋友留言让我做 SNR 教学，我研究并测试之后，感觉在某些品种上还不错，所以来分享一下。尤其是与 ICT 体系进行融合之后，解决了很多问题。当然，融合的部分以后再看情况分享。SNR 本身的知识点内容并不多，远不像 ICT 体系那么庞大繁杂，估计简单几课就可以分享完毕。SNR 是 Support and Resistance 的英文缩写，也就是支撑和阻力的意思。而与它类似的这个 SND 是 Support and Demand， 支撑和需求的缩写。它们都是通过在图表中寻找潜在的供需位置，并观察价格是否拒绝对应位置区域的交易方法。背后的逻辑都是供需体系，只不过根据麦克老师的风格，这么多年流传的分支有一些具体的名字以及一些处理方法上的区别，本质是完全一样的。SNR 的支撑阻力整体分为3种类型：经典型、连续型和互换型。我们先来看经典型。当价格上涨之后又下跌，在 K 线上体现为一根阳线，之后跟着一根阴线。那么阳线的收盘价，也就是阳线实体部分上方的水平位，就是 SNR 阻力线。这种阻力也被称为是 A 型阻力，可以看到左边的线形图，价格一上一下走出的痕迹很像是一个字母 A， 所以这样命名。在阻力线上方的引线区域就被称为阻力区。与之相对的，如果价格先下跌再上涨，那么下跌的阴线，红色柱子的收盘价，实体部分的最低点，这个水平位就是 SNR 支撑线。这种支撑也被称为是 V 型支撑。在支撑下方的引线部分就被称为是支撑区。来到图表中看具体的例子，上方这里是一个 SNR 阻力，当价格上来触碰到它，并展现出被它拒绝的价格行为之后，价格就进行了下跌。再来看这个例子，下方这里是一个 SNR 支撑，注意它刚开始就已经被测试过一次了，价格又跌回来，再次展现出拒绝的价格行为，之后价格就一路上涨。它被测试了2次，在左边的第一次这里，这个 SNR 形成的2根 K 线高度并不一样，由此引出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SNR 只在第一根 K 线的收盘价上绘制，
比如这种情况，左边的阴线比右边的阳线要低，我们的 SNR 支撑线画在第一根 K 线的收盘价上，不管它比右边的阳线高还是低，都要画在它的收盘价上。经典型 SNR 讲完了，接下来是 Gap 连续型。这里的 Gap 跟 ICT SMC 聪明钱里的 Gap 不是同一个东西。两根连续的阳线中间的收盘开盘价位置，就是前一根 K 线收盘，下一根 K 线开盘的地方，就是 SNR 支撑。同样的，下方的引线就是支撑区。也有些教材的说法是上面这根引线同样也属于支撑区，具体要在你做的品种上回测看看。相对的，两根连续的阴线中间收盘开盘的位置就是 SNR 阻力线，其中上面的引线部分就是阻力区。你也许会疑惑，为什么这种连续的 K 线中间这里也能成为支撑阻力呢？因为形成这种连续的 K 线时，在更小的时间周期上，价格是这样的，也就是走趋势进行回调，再突破继续趋势。在左边的高时间级里，这两根 K 线的高点跟低点对应的就是右边更小时间周期里回调的高低点。所以当价格再回到这个突破区时，这个回调的区域在这里就有支撑的作用。与之相对的，两根连续下跌的阴线在小时间级别里同样是下跌回调再突破继续下跌，所以等价格再回来时，这个已经被跌破的位置就可能会形成阻碍，成为 SNR 阻力。这就是连续型。接下来是互换型。当价格形成了一个 SNR 阻力时，价格再回来没有被阻碍，而是直接穿透了这个阻力，那么这个阻力就变成了支撑，也叫做 RBS， 阻力转支撑的缩写。具体到 K 线上，就是阻力线被阳线实体线给穿透了，呈现出完全不尊重它的价格行为，那么它就变成了 RBS 支撑线。反过来，当价格先形成了 SNR 支撑线之后被穿透，那么原本的 SNR 支撑就变成了 SNR 阻力，也叫做 SBR。 注意，同样是实体线穿透它才会变成 SBR。 来到图表中，我们看到中间这里有一个 SNR 阻力被测试了2次，之后价格被实体线穿透了，这个阻力就变成了支撑 RBS。 等价格再回来的时候测试这个支撑，同时下面也有一个 Gap 支撑被测试了一下，之后价格就继续上涨了。SNR 中的 fresh 和 unfresh 概念，这个直译是新鲜或者不新鲜，听上去很奇怪，有种很蠢的机器翻译的感觉。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所说过的测试过跟没测试，所以之后我们频道讲的 SNR 都会把 fresh 或者重新变成 fresh 的级别称为待测试、未测试或者没测试过的级别，而测试过的就称为测试过，或者说已测试，简单明了。在图表中，下方有一个没测试过的 SNR 标注为了待测试。当价格下来，引线触碰了它，就变成了测试过。同样，上方也有待测试，引线触碰它，就变成了测试过。当实体线穿透它，它就变成了阻力转支撑，也就是一个待测试的 RBS。总结一下，在测试与否的概念中，如果 SNR 没有被引线触碰过，它就是未测试的；如果 SNR 被实体线穿过，也是未测试，或者是重新变成了未测试；如果 SNR 被引线触碰过，那就是测试过。被测试过的 SNR， 它的功能会变弱，在分析中有效的概率会降低。我们学习今天最后的一个概念，错过 miss。 直接来到图表中，可以看到价格跌下来之后，这里有一个支撑变成了阻力 SBR 没有被测试过，之后价格尝试靠近它，但还是没有测试到它就继续下跌了，这里就被称为错过 miss， 让价格继续走。可以看到之后价格回来留下了一个摆动点，还是跟之前那个没有被测试过的 SBR 有点距离。我们可以说这里同样是上面那个 SBR 的 miss 错过，让价格继续走。可以看到它最终上来触碰了这个 SBR， 把它变成了测试过，同时获取了前面的2个错过线，也就是 miss。 之后价格回来测试了一个 gap 阻力线，
就一路向下暴跌了。所以错过 miss 这个概念，它可以增加 SNR 有效的概率，也可以用来验证 SNR 分析又多又空的走势，就有点类似于 ICT 聪明钱交易中流动性获取的位置。OK， 以上就是我们 SNR 教学的第一课，制作内容不易，请多多点赞，我会在交易之余尽快抽时间制作下一期教学。想学习更多内容，也欢迎访问交易生活的官方网站。我们下次见，拜拜。